妹妹怀的孩子先天不足，存活概率较低，生下来也容易生病。她却苦苦哀求我帮忙，我心软答应，以超高的医术全力保住了孩子。后来外甥又确诊了白血病，妹夫连夜与妹妹离婚，还是我出钱出力治好她，还悉心教导让她考上985名牌大学。可每次她化疗，妹妹都会说，如果不是你大姨让你生下来，你父亲就不会走，你也不用承受那么多化疗的痛苦。她因此心怀怨恨，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纵火把我烧死。再睁眼，我又回到了妹妹来做检查的那天。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重生了，回到了妹妹来做孕期检查的那天清晨。本以为已经躲过一劫的我，却在午后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佳佳，你怎么不在医院啊？你妹妹去检查。那个庸医说我未来的孙孙活不下来呀。我妈拿着检查报告，边哭边扑进了我的怀里。她身后的妹妹和顾燕青也趁机走了进来。沈佳，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但是看在这是你亲妹妹的份上，帮帮我们吧。顾燕青一脸的懊恼之色，沈甜甜也一脸哀求地看着我，希望我不要拒绝，毕竟这是她费尽心机才和顾燕青怀上的孩子，实在不想因为一个可能性就打掉。我想起来，上辈子沈甜甜就是用这种如沐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的。那时的我考虑到先天不足的孩子健康状况从小就十分不稳定，需要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食疗，因为他们从小体弱多病，可能连自主的吃奶意识都没有，更不要说他们成长过程中万一器官产生癌变可能会导致的各类疾病，需要为他花费的心血和金钱是难以想象的。以我妹妹和凤凰男前男友的经济能力是很难负担起的，因此我就将事实情况和盘托出。沈甜甜却态度坚决，让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甚至以死相逼。我妈也劝我帮忙，没有办法，我靠着我高超的医术，孩子平安落地。可没想到，在外甥3岁那年，一次毫无征兆的晕倒后，被查出了白血病。顾燕青的家境本就清贫，作为农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他一心爱慕虚荣，妄想迅速改变命运，更别提他所有的工资都用来买名牌包装自己了，怎么会有积蓄给外甥治病？得知儿子患有白血病后，趁着还没和沈甜甜领证，他火速人间蒸发，抛妻弃子，不知去向。我妈知道顾燕青跑路后，第一反应竟然是埋怨我不应该告诉她事实情况，哭着喊着要我还她的宝贝女婿，说我害外甥没了爸爸。沈甜甜更是直接耍起了无赖，说他儿子叫我一声姑姑，我可得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好好养大。我看着外甥大大的眼睛和苍白的小脸，竟一时间鬼迷心窍，不光是掏空了多年的积蓄，更是不惜卖房将他治好。在那之后，更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手把手辅导功课。在我的悉心辅导下，外甥顺利考入了985名牌大学。正当我在家准备庆功晚餐时，闻到了一缕汽油和布料燃烧的味道，一转头便看到外甥在火光的映衬下，像地狱里爬出的恶鬼一般，大笑着反锁了家门。之后，妹妹和我妈更是以天然气年久失修为由，让外甥逃脱了惩罚。一想到上一世我那天生坏种的外甥拿着意外事故的高昂赔偿金和沈甜甜还有我妈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你们这么想要这个孩子，作为家人，我当然要帮啦。再说，先天不足又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是100%活不下来。妹妹，你安心养胎，到时候我亲自上手术台，包你和小外甥都平平安安。这一世，我不光要亲自保证这坏种能平安落地，还要看着你们是怎么好好照顾你们的好蛋。经过3天艰难的手术，总算是母子平安。我刚脱下隔离服，走出手术室，就见顾燕青和我妈冲了上来。孩子怎么样？甜甜怎么样？我朝我妈点点头，母子平安。然后又转过头看向顾燕青，你这么紧张，甜甜为什么迟迟不和她领证？既然甜甜这次顺利生产，等她出了月子，你们就赶快把证领了吧。看着顾燕青一副为难的样子，我又提醒道，要不然等我妈在邦突市的老房子征收了，甜甜秒变富婆后，那可都是婚前财产呢。顾燕青听到这儿，突然满眼放光的使劲点头，没错没错，等甜甜出了月子，我立马就去和她领证。顾燕青，在征收房子这巨大利益面前，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舍不舍得人间蒸发。等到沈甜甜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后，顾燕青更是忙不迭地上前对着她嘘寒问暖，沈甜甜更是趁着他们去抱孩子的空档，拉过我的手，附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姐姐，你不是从小都比我优秀吗？可惜了，你引以为傲的医术变成了我儿子的护身符，你恋爱多年的男朋友变成了我孩子的父亲，就连妈妈在邦突市的拆迁房，凭着妈妈对她唯一孙子的喜爱，我也比你分的遗产更多。你比我优秀又如何？这辈子你就只配一直做我的垫脚石。听着沈甜甜在我耳边的聒噪，看着我妈抱着新出生的小孙子那极为灿烂的笑脸，我淡淡道，这是本专门教授新手爸妈如何照顾先天不足婴儿的书，你和妹夫多多研究。我下个月要出国深造，可能要去个2年。说完，我便转身潇洒离开。为了这辈子别被坏种外甥赖上，我在他出生前便争取到了医院外派出国深造的机会。2年的时间，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这段时间，我趁着深造的机会，把周边国家玩了个遍。多年的积蓄虽然花了个干净，但是我很满足。上辈子别说出国了，因为外甥的身体需要时刻照看，我连本事都没出过。所有的积蓄更是用来温补外甥先天不足的身体。反观国内的妹妹，这2年可谓是鸡犬不宁。从医院回家后，顾燕青、我妈、我妹都陷入了照顾坏种的困境中。先天不足的孩子本就比一般的宝宝更虚弱些，所以基本都属于高需求宝宝。每次他们刚打算睡一会儿的时候，顾渐渐就开始哭闹，害得他们从来没睡上超过半个小时的觉。至于日常的母乳喂养，更是难上加难。顾渐渐因为虚弱无力，完全不会吮吸母乳，只能靠着胃管慢慢打入，所以尽管是他们3人轮番上阵，也累的是精疲力竭。于是我妈便想起了远在国外的我，打电话哭着喊着要求我回来一起帮忙带孩子。我以公派留学不能私自回国为由搪塞了过去。虽然我回不去，但是妈，你可以让妹夫雇个保姆啊，这样你也可以清闲些。我妈明显的心动了，可沈甜甜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我和燕青都只是普通打工人，怎么请得起保姆？倒是姐姐，你当医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往家拿回过1分钱，一定存了很多积蓄吧？现在家里这么困难，你在国外也没地方花，
不如多心疼心疼咱妈，帮我们雇个保姆吧。我听着电话那头又想吸血的亲妹妹的建议，冷漠地对我妈说：“我的积蓄全部用来付在这边的生活费了，你们想其他办法吧。”见我不肯，我妈的咒骂声立马从电话那头传来：“我生你养你有什么用？甜甜咋样？还给我生了唯一的孙子，你看看你呢？人家说女儿都是赔钱货，真的是一点没错。你这种没良心的，有本事这辈子都不要回来。”听到这些谩骂，我果断地挂断了电话。等坏种查出来白血病的时候，你们别跪着求我就好。这一世我不会再那么圣母了。我回国后第一时间就贷款100万买下了本市升值飞速的学区房。就在我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沈甜甜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沈家，你回国了吧？渐渐查出来白血病了，你快带着20万到医院来。”我被他这理所应当的态度气笑了。我的好妹妹，真的是抱歉了。就在刚刚，我才贷款100万买了套房，现在身无分文了。沈甜甜愣了2秒，立马反应过来：“那你现在快去把房子卖了，便宜点肯定能找到买家的，反正赶快送钱过来。”我怒极反笑：“是啊，可以卖房子啊，你快劝劝妈，把邦突市的那套老房子低价卖了，就他的宝贝孙子吧。”我妈气得跳脚，大骂我白眼狼不孝顺，那是你爸留给我养老用的，还等着政府征收呢，怎么能说贱卖就贱卖呀？我语气耐心地回道：“其实也不是我不想卖我才买的这套房，主要是这房子虽然已经签约买下来了，但是我暂时还没有办过户手续，等所有的手续走完，我再挂出去找买家，怎么也得几个月。我倒是能等，就怕渐渐等不了了呀。不过甜甜，你倒是可以试着卖妹夫的那些名牌手表、名牌皮带什么的，二手网站上一定大把的人等着买呢。”沈甜甜被我对得哑口无言，倒是真的把心思放到老房子和顾燕青的名牌上去了。我坐在街边的咖啡店里，吹着海风，心情舒畅得不得了。不是我一辈子只配做你的垫脚石吗？我看看这次没有我，你们的宝贝儿子还能不能好好活下去？果然，顾燕青不同意贱卖我妈那套即将征收的老房子。隔天，我就在某二手 App 上看到了顾燕青挂出的低价链接。为了博人眼球，他还专门以家中幼子不幸身患重病，低价痛心出奢侈品凑医药费为标题，引起了网友们广泛的讨论。仅仅过了一晚，他的链接不但没有低卖，反而个个被热心网友们以众筹的方式卖出了远超商品本身的价格。我认真比对了一下他发布的商品图片和专柜在售实物的区别，微微错愕了一瞬间。顾燕青他竟然卖的都是这货，我就说他一个凤凰男，一年的工资满打满算也才20万出头，哪来的那么多钱买动辄50-60万的名表？以前我怀疑他是被富婆包养了，不想和别的人共用一个男人，所以和他分的手。竟然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然买的全部是这货，这也就罢了，他还敢把水货放到网上当正品卖。网友们看他儿子可怜，众筹献爱心，他却把大家当冤大头、大傻杯，这我不戳穿他一下，都太对不起我自己了。说干就干，我立马下楼买了个新手机号，注册好新 ID 后，我把顾燕青发布的商品图片和专柜在售实物依次做成对比图，发在了顾燕青的评论区。请问楼主，你是为了卖 A 货专门编造出来儿子得了白血病的故事骗同情的吗？现在卖货的都这么卷了吗？
你到底是真心救儿子，还是真心卖货呀？很快，我的夺命三连问就被热心网友顶到了热评第一的位置。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有些人觉得被戏耍，便着花的骂顾燕青死微商，为了业绩不择手段。但也有些圣母反驳我，人家挂出的价格比货还便宜，一看就是真心救孩子的，就算买了也不吃亏呀。只不过是广大网友烂好心，哄抬价格，才把成交价抬得比正品还贵而已。你这人有没有点同情心？你不会是哪个奢侈品的柜员啊？自己卖不出去包，看人家货卖的价格高眼热了吧？我冷笑回复，他在奢侈品二手交易网卖假货，不说明情况，还一直卖惨，赚取网友同情，为此买单。我不能戳穿他，更何况儿子白血病危在旦夕，他不赶快卖房，就算没能力也可以水滴筹，反而在这里故意起标题吸引网友眼球，我都怀疑他到底想不想救他儿子。终于，网友们如梦初醒一般，是啊，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不卖车卖房，怎么在这里卖货筹钱啊？平台能不能出面管管啊？怎么卖给货的微商都能在这里成交了？你们平台是怎么审核的呀？舆论发酵得越来越厉害，最终平台官方以知假售假的名义，一纸将顾燕青告上法庭。法庭判定顾燕青扰乱消费市场为由，罚款5万元，并将所有成交款追回。平台同时也向广大消费者致歉，这件事也算是圆满收场。我看到最终结果，收拾回医院继续上班去了。不是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吗？那么既然顺利出生，就好好承担接下来的所有苦果吧。我妈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真的没钱借给我妹救外甥吗？我把只有200块钱的微信余额截屏发了过去，她也就歇了让我借钱的心思，还语气柔软地给我吐槽：你妹夫因为卖假货被人家平台告了，本来拿到手的钱也全被没收了回去，这还不算完，还被罚款了5万块钱。佳佳，你说这些网民怎么这么坏？和他们有没有半点关系？他们就随便举报，这可好了。这灾星的病要是再拖下去，他们还不得逼我卖房子？这窟窿哪有填满的那一天啊？真是作孽哟！我按耐住心底的笑意，担忧地说：妈，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的宝贝孙子呢？要是甜甜听到，不得和你闹。这可是他当初哭着求着都要生下来的命根子啊！不提这茬还好，提起来我妈立马怒了，大声嚷嚷着：当年去你们医院检查，人家医生说了会有危险，会有危险，他就是不相信。回家你又劝了那么久，他还是要死要活的闹。这生下来了可好，天天折腾人就不说了，现在又开始得各种狗屁怪病。我看这就是个灾星讨债鬼，趁早死了才好。说完又叹了口气，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老了，一天舒服日子都没过上啊！就在这时，电话那头的顾燕青和沈甜甜突然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姓顾的你是不是疯了？竟然背着我和其他女人乱搞！沈甜甜，你不要没事找事的，天天发疯！我告诉你，要不然王姐、李姐他们看上我了，你的灾星儿子可明天就要去死了。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竟然敢骂我的大客户们是老母猪！沈甜甜傻眼了，什么？你竟然为了钱去当鸭子？姓顾的，你让我恶心！还有，你给我听好了，顾健健那个灾星可不光是我儿子，他就算死了，入的也是你们老顾家的族谱，就算是离婚了，也得跟着你继续叫爹。哼，你要是嫌我当鸭，
那你就让那灾星去祖坟里叫爹吧。沈甜甜也呛道：死就死，你要是不怕他半夜去你那找你，你就不要管。我嗑着瓜子，听得津津有味，这可比春晚好看多了呀。早知道他们要吵架，我就去现场录屏了，到时候留着春晚看，岂不是美滋滋？但是暗爽归暗爽，我赶紧小声劝我妈道：妈，你快劝劝，孩子是无辜的呀。而且我这妹夫为了孩子已经舍身取义，做鸭也要救孩子，这父爱多伟大，感天动地呀！而且这么大声音，邻居们都听着呢。你说，要是过2天渐渐真的没了，邻居们不得报警，说甜甜他们谋害亲儿子，到时候他们可是有嘴也说不清啊。我妈被我吓得丢了手机，就上前劝架去了。挂电话前，就听到我妈不情不愿地许诺要把老房子低价卖出去救孙子。帮秃市向来是寸土寸金，老房子因为卖得着急，便以极低的价格被卖家捡了便宜，比起征收预估的价格，里外里赔了200多万。我妈心痛地坐在我爸坟头，痛哭流涕，也不知道是哭自己没守住房子，还是心疼赔了的那200多万。虽然渐渐的病情稳住了，但是因为拖的时间太长，孩子年纪又小，病情加重了许多，后期的化疗费用仍需要不小的数额。我妈卖房的那些钱全部投进去，也才刚刚够用。顾燕青一看巨额房款，全部为了病秧子，知道自己的小99全部落空，便彻底不回家了。靠着讨好富婆的手段，请到了帮秃市有名的律师，与沈甜甜打起了离婚官司，最终以沈甜甜拖着灾星儿子净身出户。他跟着富婆阿姨去了隔壁逍遥快活，为结局圆满落下帷幕。可惜没多久，我就在社会新闻上看到了顾燕青被几个富婆围殴，还患上了病。沈甜甜也是脸皮够厚，离了婚立马带着我妈大包小包的就去了我的新房。好在我早有准备，已经将这套房子整租给了一家3口。我接到租户的电话，立马赶去了现场，看着门口拿着大包小包行李的2人，我不好意思地把租户喊了出来：妈，这是租我房子的谢先生，他们一家为了女儿上学方便，就和我签了3年的长租，租金正好也可以帮我减轻点房贷的压力。谢先生的女儿和太太朝我母亲友善一笑，我妈和沈甜甜却一脸不满。沈甜甜趾高气昂地说道：我是沈家的亲妹妹，这房子我们不租了，你们明天立刻搬走。我淡定地笑笑：甜甜别闹，这房子我和谢先生一家是签了合同的，如果不按照合同履行，是要付30万的违约金的。你也知道姐姐的积蓄全部用来还房贷了，要不你帮我付了这违约金。沈甜甜看了眼谢先生，尴尬得满脸通红，眼泪立马就啪嗒啪嗒地落下来了。姐姐，我知道错了，当初我不应该抢你男朋友，更不应该不听你话，执意要把孩子生出来。求求你看在我们是亲姐妹的份上，救救我吧。我妈看沈甜甜哭得伤心，也跳了出来：佳佳呀，你怎么能这么逼你妹妹？她现在已经够惨了，你做姐姐的照顾她又怎么了？一家人难道还要为了这点钱斤斤计较吗？我伸出手，确实不应该斤斤计较，不如妈，你把卖房子剩下的钱帮我还房贷吧，之后外甥的病咱们一起想办法再凑钱，一家人嘛，分什么你我？沈甜甜立马不哭了，拉着我妈就走，想要我儿子的救命钱，做梦吧你！她恨恨地喊道。我笑着向他们的背影挥手告别，满脸愧疚地向谢先生一家道歉。
谢太太一脸担心地问我：“之后他们再来骚扰你怎么办？”我笑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啊，这辈子谁也别想让我当圣母。”如前世一般，顾渐渐化疗后恢复得并不好，医生建议要延长在 ICU 护理的时间。那相关花费打出来的账单足足有6页纸。沈甜甜也越发暴躁了起来。为了省钱，他们租了个医院附近的地下室。没2天，我妈就开始跟我打电话哭诉，什么地下室太潮湿啊，没有阳光，什么沈甜甜不给她饭吃，每天都是咸菜配稀饭。她住了几天，就已经因为阴冷潮湿的住宿环境犯了风湿病，膝盖又疼又痒。佳佳呀，你现在住哪里呀？妈能不能去和你一起生活呀？我1秒都没带犹豫的果断拒绝。妈，不是我不愿意，我现在住在医院提供的宿舍里，还和同事睡着上下铺呢。你要是实在住得不舒服，就多和甜甜说说吧。从小到大你最疼她了，她怎么舍得让你受罪呢？没过2天，我医院的同事就给我投喂了第1手的新鲜大瓜。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偷偷给我打电话的事情被沈甜甜知道了。她本就因为顾渐渐的事情心力交瘁，觉得我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竟给她丢脸，于是便直接把我妈的退休工资卡给没收了，美其名曰是帮她攒钱养老。我妈哭哭啼啼地拉着我，骂沈甜甜没心肝不孝顺，看着她在阳光下一闭一张的嘴，像花洒一样源源不断飞溅的唾沫星子。我又一次地陷入了前世的回忆。上一世，因为有我这个倒霉蛋掏空家底，不眠不休地照看他的宝贝儿子，他和我妈活得滋润又惬意。每天的生活不是打牌搓麻，就是逛街买。就算这样，他们也都觉得我所有的付出全部是理所应当的。我妈不论何时都把沈甜甜捧得高高的，从小到大，不管是她做错了什么，挨骂的永远是我。我妈的所有花费都是由我这个当姐姐的出，因为我心疼她，觉得父亲走得早，她拉扯我们2姐妹长大，吃了太多的苦，所以吃的用的我全部给她选最好的。我给她买鹅绒服，她嫌弃的直撇嘴，说又贵又没用。沈甜甜800年不回去看她一次，每回去一次，她都要和全院子的邻居炫耀2女儿孝顺。回来看她了，沈甜甜随手给她买的地摊货裤子，就算尺码都不合适，她都要当宝贝一样天天穿着，逢人就夸这是她2女儿的孝心，穿着舒服。就算是我临死前，也是我妈帮着顾渐渐堵的门，还担心她的宝贝孙子放的火不够大，生怕烧不死我。这辈子，此时此刻，只要我敢接着她的话茬说她的2女儿一句坏话，她都得跳起来扇我2巴掌，骂我挑拨离间。所以我一定要让她好好睁眼看看她的2女儿到底有多孝顺。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顾渐渐的化疗周期终于接近了尾声，他的病却没有见好的征兆，反而急转直下，一系列的并发症像喷发的山洪一样，挡也挡不住。眼底大面积出血、牙齿脱落等症状越发的明显了起来，之后又伴随着时不时的呼吸困难。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大量积液，需要立刻做手术进行抽取。好多次的夜班，我路过 ICU 的时候，都能听到沈甜甜阴沉的喃喃自语：为什么你这个讨债鬼要从我肚子里爬出来？你别再拖累妈妈了，行不行？你怎么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我求求你，快死了吧！但是因为重症监护室都有专门的摄像头，他也并不敢做出什么实质的杀人举动。
只能继续强打着精神伺候他的讨债鬼儿子。长此以往，因为照顾病人太耗费心神，他的工作上出了几次大错，被公司无情辞退后，我的好妹妹彻底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随后他便盯上了我妈卖房还剩下的那100多万存款。想起上辈子他为了把顾健健这个拖累全部甩给我，和我妈疯狂哭诉健健身体一定会慢慢康复的，他可是咱们沈家独苗，不过是多花点钱而已。我姐既然有存款，让他都拿出来就健健吧，反正他到现在也不结婚，以后说不定根本不会有孩子了，把健健就回来，等健健长大了也可以给他养老送终啊。可如今呢，知道我不光没钱，还背负着上百万的债务后，他终于盯上了我妈的存款。我本以为他会用上辈子同样的方法去扑我妈，却没想到可能真的是被逼得狠了。他接下来的行动让我后背发凉，遍体生寒。通过重症监控室的监控，我听到了他和他的好朋友纪红在电话中的残忍对话。红啊，我要愁死了，现在除了我妈1个月那2000多的退休工资，我是真的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那点钱够干什么的呀？咱们去开卡都不够。沈甜甜焦急地说道。纪红，你妈卖房子不是还有一大笔存款吗？想办法搞过来呀。沈甜甜，你以为我没想过？我是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可是他说那是健健之后治疗的救命钱，用不完他还要用来养老呢，死活不给我呀。纪红，那不如你狠心把它直接做了。沈甜甜一拍手，这方法好啊，不过为了别让我姐和我抢遗产，得想个办法，先骗着我妈写份遗产全部归我的遗嘱。我心头一跳，没想到重来一世，他们娘俩的关系能被分化瓦解，闹到这一步，沈甜甜竟然准备害死我妈。所以说，哪怕这一世没了我当冤大头，但坏人总能找到为他们的歹毒心思买单的倒霉蛋。等顾健健骨髓移植手术结束之后，沈甜甜不顾医生阻拦，以承担不起后续住院观察的费用为由，强行把他带回了医院附近的那个地下室。隔天中午，便盛情邀请我一同前往，美其名曰是庆祝健健手术成功，恢复健康，摆脱病魔。我想也没想就直接答应了。午饭时，我妈郑重其事地拿出了早已准备的遗嘱，也不知道沈甜甜又说了些什么，竟然忽悠着她真的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二女儿。今天叫我来，不过是走个过场，让我当场按手印，同意不和沈甜甜争夺那100多万的存款。我点头欣然同意，用放弃遗产换这些恶人全部去死，简直不要太过划算。过了1个月，沈甜甜终于忍不住了，她和好友纪红一起约着我妈去打麻将。我知道过后会有一场大戏，实在不忍心错过，便偷偷在沈甜甜的衣领处的扣子里藏了一个针孔摄像头。在高清摄像头的加持下，我看到了他们杀人的全过程。他们谈笑风生地搀扶着我妈走进小巷后的自助棋牌室，一直到了晚上12点才结束。纪红以想吃夜宵为由，让我妈在沙发上等一等，她便和沈甜甜一起前往棋牌室里的厨房一起煮面。等他们回来时，我妈已经睡熟了。妈，你看看我多孝顺，为了让你死得不那么痛苦，专门等你睡着才准备点火。沈甜甜娇俏的声音让我遍体生寒。蠢货就是蠢货，脑子里杀人的方法来来回回就是制造火灾现场。可惜他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
因为大火产生的浓烟还是把我妈从熟睡中给呛醒了。面对怎么也撞不开的门，我妈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怒骂沈甜甜，而是骂我：沈家你个丧门星，把我天真可爱的二女儿教成了什么样？肯定又是你个讨债鬼，挑拨离间我和甜甜的关系。我这么乖巧懂事的甜甜，怎么舍得对我下毒手？都是你教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声声的咒骂通过摄像头上的收音器尽数传到了我的耳边。想到自己原本准备报警救他的天真想法，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听着他被大火灼烧而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我倒是彻底释怀了。此刻我终于明白，就算他亲眼看着沈甜甜把自己烧死，也会找出无数种理由替自己疼得心肝一样的宝贝二女儿开脱。既然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我又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尽快上路呢？我边笑边哭地喃喃自语道：这一切不过是他应有的报应罢了。作为长女，我妥善安排了我妈的葬礼，把她和我已故多年的父亲合葬在了一起。跪在他的坟前，我轻声问他：妈，被火烧疼不疼？我上辈子比你还疼千倍万倍呢，你知道吗？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至少还有我，能让你死后体面的长眠于地下。上辈子你们怕是连买卷草席的钱都舍不得为我花吧？我慢慢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看着坟头：妈，你可要在天上好好保佑你的二女儿和孙子呢。沈甜甜在我妈死后越发的猖狂了起来，她早已恨透了她的宝贝儿子，觉得顾渐渐是顾燕青派来折磨她的恶鬼，把顾渐渐往地下室一丢，转头就和好姐妹出去喝酒蹦迪了。术后的顾渐渐没了我上辈子细心的照顾，过了几个月便因术后恢复太差，一场高烧就直接要了他本就脆弱不堪的小命。他的葬礼上，看着沈甜甜失心疯一样解脱的大笑，想起他上一世得意地拿着顾渐渐的录取通知书往我脸上甩的时候，我不由得也笑出了声。趁着他精神状态不佳，我看似难过地走上前，把考有他杀害我妈全过程的备份 U 盘塞到了他的衣服口袋里。我亲爱的妹妹，杀人了还能这么开心？你要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呢。回去好好看看 U 盘吧，这么精彩的大戏，你当时光顾着演，姐姐我可是专门帮你拷贝了一份。而这原版呢，现在应该已经躺在警察局某位警官的桌子上了吧？你今后只会永永远远地被钉在杀母的耻辱柱上，被千千万万的人唾弃罢了。他吓得脸上血色全无，腿一软便跪倒在了顾渐渐的灵前，这回倒是真的嚎啕大哭了起来。不过以我对这妹妹的了解，她怕也不是在哭我那死去的外甥，而是在懊悔为什么杀人的时候不能再小心一点，遗憾我妈给她的那一大笔遗产非但没有机会花了，到头来竟然还会便宜我这个恶毒的姐姐。沈甜甜弑母案在邦突市引起了轩然大波，高居某博热搜，迟迟不见下降的趋势。在一个初夏的午后，法院给出了3年后注射死刑的最终判决。这3年，我也曾去看过他几次，因为早已知晓自己的死刑。这3年的日子，对于沈甜甜来说，不是一般的难熬。每晚都能梦到我那活里的母亲和病死的儿子来找他索命。终于有一天，沈甜甜再也支撑不下去，疯了。从他疯疯癫癫、手舞足蹈地流着口水被带出病房，再到他被几个医护人员强行绑在椅子上，最后针管缓缓注射进他的身体里。他慢慢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我终于发自内心的笑了。是啊，上辈子已经变成一场梦了。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爸就丢给我5张照片，上面的男生个个都帅得要命。我甚至以为我爸要转行，不搞建筑，要搞男团了。结果他说，这5个大帅哥都是我的未婚夫备选，让我从里面选一个结婚。这怎么好意思呢？看着5张照片，我此刻内心万马奔腾中。救命！我和我的5个竹马高阳、程川、周时宴、徐向北、孟周已经10年没联系了，直接谈婚论嫁，一来就这么猛的。我红着脸和我爸再三强调，这是在说我没考虑好之前，不准把我电话给他们。我爸笑得像个憨憨，没关系闺女，不急，反正他们5个和你同校，等到了大学，你慢慢选慢慢挑。说着直接组建了一个选夫群，把我拉了进去。不到5分钟，我爸又拉了10个人进来，看备注，好家伙，正是我的5个竹马未婚夫以及他们的老爹。5个叔叔对自己儿子分别加油打气后，我爸，乖闺女，我和你的5个叔叔这就退了，你们6个人好好培养感情。喵的，这可真的是亲爹啊！看着6个人快速退群，我发了几个省略号，也退了。画面太美，我不敢选啊。我爸显然不知道我退群的事，一直以为我待在群里，每次问我，我都搪塞过去。就这样熬到了大学开学。开学那天，雨后初晴，我爸本来要开迈巴赫送我，被我拒了，随便找了个拉杆箱，塞了一箱衣服就去了学校。距离学校大门还有50米左右，远远就看到一群人，大多是女生，围着4个又高又帅的男生站着。我一看那4位，险些晕倒，正是我的4个竹马，只有周时宴没来。正好我爸消息来了，游，看到他们5个了吗？今儿一早，他们就不约而同跑来对我说要来接你。我谢谢了呀，还好我发现的早，要是走过去撞上，我第1天就得出名。我默默转身，随便找了一位同学，打听了北校门，又拎着行李往北校门走去。刚到校门口，一辆劳斯莱斯突然疾驰而来，猛地停在了我身边。他恰好从一个水坑上驶过，泥水溅了我满腿，脏了我的小白鞋。我有点气，人司机直接把我当空气，殷勤地打开了车门。薛小姐，请。下一刻，里面走下来一个穿着乡家套装的女生，瘦瘦高高的，模样长得还行。她在司机的搀扶下落了地，看向了我。我以为她要给我道歉，没想到她的目光像打量货物一样在我身上一扫，最后不屑地挪开了。我没法忍了，直接逮住她的胳膊，还没说话，人群后方就传来一阵骚动。扭头一看，顿时嘴角一抽，正门唯一缺席的竹马周时宴正逆流而来，微光洒落，似在他的皮肤上落下了一层莹润的光，雕刻一般的轮廓也因此变得柔和了许多，就连漂浮在周围的尘埃都仿佛变得透明了起来。他走到我的跟前，浅笑着，自然而然地从我手里接过行李箱，然后看向女生。那一瞬，眼里的光凝结成冰，向他道歉，仿佛刚才对我笑的人只是错觉。女生脸都青了，周时宴又重复了一遍，她这才看向我，可怜巴巴地红了眼眶。对不起。我放开了女生的手，想把我的行李从周时宴手里拿过来，她却已经先行一步往前。走吧，游。周时宴把我送到了宿舍门口，然后拿出手机要加我好友。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毕竟是曾经的竹马，人都站在我面前了，
再拒绝似乎有点不通情理。走之前，周时宴摸了摸我的头发，有任何需要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好可怕！周时宴明明是话很少一男的，怎么现在都学会献殷勤了？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和他保持一点距离，但我没想到冤家路窄，那位从劳斯莱斯下来的女生竟然是我室友。我推开门的时候，2个室友正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谈论高阳，那站位就跟2个丫鬟似的。天呐，薛琪，你竟然是高阳学长的未婚妻，我太幸福了吧，竟然和你是室友。薛琪，有空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高阳学长？我敏锐地观察到，薛琪在听到最后一句话时，脸上的笑容分明不自然了起来。他学医很忙的，这件事等他有空再说吧。我想到照片里那个穿着白大褂的温润医学生，下意识皱了皱眉头，这什么情况？高阳早就有未婚妻了。我拿出手机给我爸发了条讯息：爸，高阳我就暂时不考虑了。刚点了发送，就听到一声嗤笑。薛琪不拿正眼看我，哟，真没想到我最后一个室友竟然是你呀！你还真的是拉低我们寝室的身价平均值。我刚刚和薛琪闹了不愉快，他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简直毫不留情。喂，就你身上这一身行头，加起来有500块没？像你这种小地方来的人，我见多了，除了一张嘴，什么都没有。我顿时就笑了。我身上的衣服可是我爸专门找人做的私人定制款，一套随随便便小10万，到了薛琪嘴里500块都不值。我可不像有的人肤浅在表面，我走的是内涵。这时一位室友指着我的拉杆箱，这好像是宝善家的行李箱，一个差不多7万块。薛琪嗤之以鼻，这不是普款，是限量版。你看它右下角的 logo， 这个限量版总共就发行了10个，一个26万。你觉得他手里这个箱子能是真货？室友恍然大悟，直接看着我翻了个大白眼，笑死，仿普款还真一点，仿限量款，这不自己打脸吗？真看不惯这种装逼的，果然是好有内涵啊。我扫了他们一眼，身上也有轻奢品牌，宝善家的手表，爱家的包，不过都是假的，只见过假货的人怎么可能鉴定得了真货？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打开自己的柜子，找了条毛巾，用水打湿，开始擦拭。手机铃声响起，我爸来电了，他语气很急，有，怎么回事？任洋洋怎么你了？我瞥了薛琪一眼，她正像个公主一样坐在位置上，其他2个室友则在帮她整理床铺。不想在他们面前提到高阳，没什么，就是不喜欢。我爸更急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有误会就当面说，杨洋让我转告你，10分钟后他在宿舍门口等你。我挺想在我爸面前揭穿高阳有未婚妻这件事的，但是想到他和高叔叔的关系，还是算了，只回了句不用了，你让他回去，就挂了电话。没想到高阳真的来了，我刚把衣服放好，2个室友就激动地大叫了起来，天哪，高阳学长在宿舍门口！琪，高阳学长一定是来找你的。琪，你好幸福啊，快去见高阳学长吧。哦，原来高阳不是来找我的。薛琪脸色有点讪讪，看上去不太自然。呵呵，我不想出去，我和他闹了点小矛盾，还没和好呢。我又看了一眼薛琪，总觉得他态度怪怪的。很快来了2女生敲门，长得还挺漂亮的，就是语气不太好。你们谁姓薛？室友果断指着薛琪，这位。女生脸直接拉了下来，我们是高阳同学。他
他托我们来请你出去。薛琪抿了抿唇，接着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帮我回他。我心情不好，不想看到他。两个女生扭头走了，我隐约听到一句国骂，显然是为高阳不值。我也觉得高阳眼光不好，薛琪家境看着还可以，但是这素养，高妈妈用脚趾头瞧恐怕都瞧不上。大概花了1个小时，终于把床铺好了。薛琪还没出去见高阳，两个室友好说歹说，他仍旧一副高傲的样子。我看了一眼窗外的天气，艳阳正盛，虽然不敌盛夏，可在宿舍门口站1个多小时还是很难受。高阳好歹是我竹马哥哥，且是5个人里面最温柔的那个。小时候我调皮，总喜欢爬上爬下，摔了很多次，总是他帮我处理伤口。我还记得我问高阳以后要做什么职业，我要当一名医生，因为我的悠悠太调皮，总是受伤，所以我要当医生给悠悠疗伤。结果他真的读了医学系，曾经的记忆抵消了因为高阳有未婚妻这件事带来的恼怒。我爬下床，拿出一把太阳伞，走了出去。曾经的高阳就很温柔，现在他更是长成了一位身姿挺拔、温润儒雅的青年，笔直地站在宿舍门口，柔和的眉眼里透着一股谁都不可撼动的坚韧，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我咬了咬牙走过去，把太阳伞往他的方向一挪。高阳，你死心眼呢？非得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是不是？我本来就觉得薛琪配不上高阳，现在看到高阳，我更觉得薛琪不配了。高阳晒了很久，唇有点干，但仍旧不挡他笑若春风。他低头看我，笑弯了眉眼。我就是死心眼，认定的人永远都不会变。薛琪何德何能啊，搞得我都有一点小嫉妒了。周时宴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高阳，然后才笑眯眯地看着我。悠悠妹妹，哥哥请你吃饭怎么样？高阳不动声色往我的方向靠了一步。我也没吃饭。高阳，你们医学系不是很忙，饿肚子都是常事吗？我现在有空，可我不想请你。天哪，什么情况？虽然我的5位竹马小时候的确常常发生摩擦，但是高阳可是一个例外，因为性子温和，他都是劝和的那一刻。怎么现在和周时宴之间竟然有点火花四射的味道？如今换我当和事佬了。好了好了，今天我请客怎么样？结果两人默契十足，同时开口：不行，怎么能让悠悠你请客？声音重叠，两人又是四目相对。我无奈叹息，算了，还是我请客吧。我们3人就在距离学校不远处的一家私房菜随便炒了几个菜。午饭后，两人提议要带我熟悉学校，我没敢答应，就他们身上的火药味，我怕我夹在中间给烤熟了，随便编了个理由就溜回了寝室。寝室里没人，我冲澡换了身衣服，睡了个午觉，然后就是下午的班会。我是踩着点到的，班上人来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一走进去，那一双双眼睛就齐刷刷地朝我看来，最刺眼的那双当属薛琪了。我不明所以，我的确得罪了薛琪，可我什么时候得罪全班同学了？等我找了个位置坐下，听到周围人讽刺的言论，我了悟了，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把我给高阳打伞的照片发到了学校论坛，接着评论里曝光了高阳未婚妻是薛琪这件事，所有人都理所当然把我当成了不要脸撬人墙角的小三。总而言之，要不是我是当事人，就论坛上添油加醋的说明，我也想揍这位女主角。我那个气哦，顺手就把网址转给了我认识的一位黑客大神。不出3分钟，
人就把发帖人还有评论区带节奏的那位身份给扒了出来，竟然就是我那2位室友。2人一唱一和，配合得很妙。新生报到的时候，班导就拉了个班级群，我冷笑着把结果直接丢了进去，然后起身走到我那2位室友跟前，道歉还是报警？你们选一个。他们脸都白了，但还在硬撑，什么道歉报警？薛友友，你别胡说八道，我懒得废话。所以你们是要选择报警，对吧？我慢悠悠拿出手机，对方还在死磕，呵呵，报警就报警，反正我们说的是实话。下一秒，教室就炸了。高阳学长在论坛发布声明了，薛琪不是他未婚妻。我愣了一下，薛琪不是高阳的未婚妻，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我下意识看向薛琪，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的。薛琪也看向了我，眼神明显不善，瞪了我几眼后，他就开始慌乱哭泣，老委屈了，抱歉大家，我的确不是高阳学长的未婚妻，我只是喜欢高阳学长，所以才会让陈娟和刘毅误会。我心里突然升起一个疯狂的想法，薛琪和我一个姓，他该不会是从哪里得到了高阳未婚妻的小道消息，所以在这里碰瓷吧？再看2个室友，脸已经惨白一片，看着我也没刚才的底气了。友友，对不起，是我错了，原谅我吧。友友，我要求2人手写道歉书，并且发帖道歉，他们自知理亏，也不敢有意见，立刻乖乖做了。看着学校论坛上一边倒支持我的言论，我微笑着选择了退出。这件事也算是暂时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班会，班会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自我介绍。为了让相互之间更加了解，班导要求简单介绍父母工作。薛琪的自我介绍引起了满座惊呼。我妈在华丰集团当高管，年入7位数。我爸是搞建筑的，东区星云那片地就是我爸在负责开发。听到周围激动的夸赞声，我拿出手机给我爸发了一条消息：你现在开发的是东区哪片地？我爸秒回：星云啊。怎么了闺女？你喜欢这？你要是喜欢，爸给你留几套房子。我赶紧回了个别，在看向薛琪时，表情不由得有点玩味。未婚夫是假的，他爸的工作也是假的。薛琪，你还有什么是假的呢？这时班导点我名了，轮到我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决定低调做人。我爸是搬砖的，劳动人民最光荣。结果我话一出，现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哈，薛友友那箱子还真的是假货呀！搬砖的女儿怎么可能买真货？我想对几句，但是毕竟班导在，他也很快让大家安静了下来，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了。接下来的班会还算愉快，班上有几个搞笑男，时不时会爆出一个笑点，而且我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是隔壁寝室的，叫陶芳，一个小个子美女。陶芳小声告诉我，他爸也是工地搬砖的，现在就在东区星云干活。我没想到这要巧，问了陶芳他爸的名字，然后发给了我爸，让他多照料照料。班会回去，老远就看到宿舍门口围了一群人，时不时还爆发出一阵尖叫声。什么情况？陶芳比我积极，果断挤进了人堆。出来的时候，兴奋的脸都红了。天哪！宿舍门口站着5个大帅哥，5个！我心里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陶芳说是高阳学长、周实验学长，还有徐向北学长。他们3个本来就在学校很有名的，还有2个，听说是叫程川和孟周，和我们一个级的，分别是商学系和艺术系的系草。我讪笑2声，完全激动不起来。不出意外，这5个人
多半是来找我的。我偷偷给周时宴发了条消息，能别堵我宿舍门口吗？周时宴回，不行，油油的实验哥哥绝不认输。这该死的胜负欲！我拉着陶芳逃离现场。我俩在学校的小树林走了一圈，然后到食堂，一人吃了一碗小面。面还没吃完，陶芳就让我看论坛。薛琪火了，薛琪的确火了。我的5个竹马哥哥在寝室门口等我，他拿着5瓶矿泉水过去献殷勤。大家对不起，高阳学长对不起，我室友误会了我的话，所以给高阳学长造成麻烦了。5个人在这个时候展现了极好的默契。高阳冷着脸往后退了一步，周时宴面无表情。高阳让你离他远点，以后别再碰瓷恶心他。徐向北挥了挥拳头，我从来不打女人，可是高阳，为了你打女人也不是不可以。程川和孟周同时开口，3对1会不会被人说不怜香惜玉？薛琪转身跑了，哭得伤心欲绝，我则笑得前俯后仰。校友评论更损，薛琪太牛，以一人娇嫩之躯共敌5男俊脸强势攻击，虽是完败，但观众很爽。陶芳也忍不住笑，薛琪家里有钱，有钱人就是这样不讲理的。希望他经过今天的事情可以收敛一点吧。虽然对陶芳前一句不太赞同，可是后一句我还是双手赞同的。当天晚上我刚回寝室，薛琪就用审犯人的语气对我说话：薛有有，你实话实说，是不是你对周时宴说了什么？薛琪一副有理的样子，我知道你认识周时宴，一定是你在背后说了我坏话，他转给其他人了吧？薛有有，你怎么这么恶心，明的不行来阴的。我心想，我明的怎么不行了？只是5个竹马未婚夫，数量太多，我实在是有点消受不起，不然分分钟秒杀你。我认真地看着薛琪，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可能？什么？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对你，和我没什么关系，纯粹是因为你太欠了。你，薛有有。薛琪抬手想打我，我一个眼神过去，他就吓得缩回了手，但是狠话还是得放。薛有有，我和你没完，我无所谓。早在我第1次踏进这间寝室，看到薛琪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大学的4年应该不会孤单。我选择早早睡觉，迎接明天的军训。睡觉之前，我给周时宴发了一条私信，让他帮我转达其余4位竹马别来宿舍找了，低调做人方为上策。周时宴气得不轻，我让他们别来，他们偏不听。有有，我知道你只想看到我这突如其来的自信啊。总之，你们太引人瞩目了，以后谁也别来找我。足足等了5分钟，周时宴才回我：好，我会转达。不知道怎么的，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开心。接下来就是军训了，我没想到薛琪胆这么肥，竟然敢在军训上给我使绊子。他告状上瘾，我站个军姿手指动了动，他都可以打小报告。被连续告状3次之后，我光荣出列了，被罚1个人绕着操场跑了3圈。第2天，薛琪更是变本加厉，我打个喷嚏，他都能给教官使眼神。很好，不就是100个下蹲吗？当天回去趴在床上，我盯着薛琪的被子，愤愤地想：明天我不露吧，我倒是要看看薛琪怎么整我。第3天，多余的动作我是一个都没做，就连喷嚏我都不敢打。我感觉到薛琪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就跟火一样热，恨不得把我给烧了。眼看军训要到尾声，他竟然直接朝我冲来，把我直接扑在了地上。教官，薛有有骂我吗？薛琪，你牛！我被多加了2个小时的罚站，我已经累得没力气吃饭了。回去爬上床就躺尸，睡一觉醒了，
这才发现周时宴把我拉入了一个保护游游的群里，群成员总共有6位，自然就是我和我的5个备选未婚夫。我发了几个问号过去，高阳、游游刚在睡觉，周时宴，你被欺负的事我们几个都知道了，要怎么还击？你说，我们5个人都听你的。徐向北支持，程川没二话，孟州我一个人上也行，高阳完美杀人也不是不可以。看着5个人的对话，我这些天的疲惫和委屈在瞬间就消失殆尽了。孩童时期和5个竹马的记忆片段像电影回放一样涌上心头。6个小伙伴一起玩，肯定免不了争执，可是就算是最跳脱的徐向北也都会让着我。争执是属于他们5个的，而他们5个人永远对我无条件宠爱。突然就觉得10年的空白并没有造成太遥远的距离，记忆里的竹马们还是一如往昔。我笑着发了个语音过去，不用，这点破事我自己能搞定。军训结束，我请你们吃饭。孟州欢呼，爷，还是游游最好了，游游，我最喜欢你。孟州声音刚落，我对面的床位上就传出一声嗤笑。薛琪轻蔑地看着我，早就听说大学里有人自以为自己有点姿色，为了钱什么都能做。薛琪在内涵我什么？我心知肚明，可让我浪费时间和他开辩论大赛，我没兴趣。接下来几天，我要薛琪把欠我的都还回来。第一件事是让我爸找关系帮我换一个教官，第2件事则是让黑客大神帮我查一下薛琪，看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通讯记录。结果还真让我猜对了。3天前，薛琪赚了8000块出去，对方叫李翔，正是帮着他惩罚我的那位教官。第2天看到我们的新教官，薛琪的脸色明显很难看，但他还是死鸭子嘴硬。薛游游，今天你要跑步还是站军姿？我没理他，他又想方设法挑我刺，一会儿告诉教官我手在动，一会儿告诉教官我在说话。安静的操场里，他那一声声报告实在是有些突兀。教官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在形成小川时让薛琪出列了，反复污蔑队友，破坏队伍秩序，罚跑5圈，向左转，起步跑。薛琪瞪大眼睛，可最后没法，还是只能跑了。刚跑1圈，正好到我们方队跟前的时候，他双腿一软，晕了。教官也吓了一跳，赶紧喊了2个女生把他扶去了医务室。但是在他转身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他嘴角的笑容。好家伙，薛琪以后不当演员可惜了。薛琪回来的时候，教官正开始教军体拳，我心想，薛琪还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军体拳教学大概花了1天多时间，教官就让两对打练习。我拉着薛琪的手，开心地选择了他。练习开始，他就成了我的活体玩偶，被我摆弄得叫苦不迭。才到第3个对打动作，他眼泪就出来，还吓得喊了一声妈妈。别，我在薛琪脸上拍了一下，我没你这么大的闺女。总之，这一场对练我爽到了。我敢说，薛琪这一身细皮嫩肉肯定会留下不少淤青。当天军训结束回去，薛琪哭得很惨，还拿手机不知道给谁打了电话，一边哭一边说他被欺负了，要对方帮他撑腰。也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他脸色有点难看，咬牙切齿挂了电话，又狠狠瞪了我一眼。薛游游，你别得意得太早了，你这么可恶，一定会遭报应。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薛琪，人要懂得适可而止。薛琪大概是被我的眼神吓到了，人愣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骄傲地冷哼一声，
薛有有，你爸就是个搬砖的而已，你吓得了谁呀？我耸了耸肩，不再理他，自顾自洗漱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明显感觉到寝室氛围发生了变化，因为之前班会上的事，陈娟和刘毅在宿舍并不怎么说话了。可今天，他们就像是恢复到了开校那天一样，围着薛琪就一阵猛夸，夸她的护肤品，夸她的香水，还夸她的项链。琪琪，你这项链多少钱啊？不多，也就5位数而已。我对陈娟和刘毅为什么改变态度没兴趣。今天是军训最后一天，我有点心潮澎湃和忐忑。军训结束，我和5个竹马就要见面了，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6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会不会尬得抠脚。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当我按照我们的约定来到校门口，出现在众星捧月班中并肩而站的5人面前时，一种丢失了很久的陌生和亲密感骤然从心头升起，仿佛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而我薛有有得5竹马若得天下，只一声令下，就可横扫片区所有小朋友。这可真的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岁月荏苒，却没有拉长我们的距离，只是为了让彼此更好地出现在对方面前。嘿，诸位，好久不见！我的怯和尴尬完全消失，甚至有点后悔没早点相见。因为我有设置不能通过群添加好友，所以晚餐结束后，我主动加了高阳、程川、徐向北和孟州。说实话，这可真是美好的一天啊！唯一不太美好的是，刚到寝室门口，他们5个就不约而同给我发了一条私聊：有有，我今晚是不是表现最好的一个？这我还能怎么回答呢？本端水大师给了5个竹马一毛一样的答案：是，你是。这时陶芳从隔壁出来了，看到我，他的表情有点奇怪。怎么了？陶芳走过来，压低声音问我：有有，我在学校论坛看到你了，你怎么会和我们学校5大男神在一起？哦，有点小交情，一起吃个饭。陶芳试探问我：没别的吗？是啊，没别的。陶芳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今天军训结束，我就想找你的，可你走得太快了，我没跟上。我爸涨工资了，他明天来看我，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让我爸请你吃饭。看来老爸有很好的关照陶叔叔。我点头答应，行，没问题。回到宿舍，薛琪又是一阵冷嘲热讽：薛有有，你别以为你能和高阳他们5个吃饭就很了不起了，你不过就是仗着和周实验认识而已，没有周实验，你什么都不是。我没搭理他。薛琪越骂越起劲：薛有有，我要是你，我就主动远离周实验。你爸就一个搬砖的，你和周实验永远都是2个世界的人。看着吧，现实会给你重击。我从薛琪的话里听出了不对劲，可我不觉得他能打击到我什么，便也没在意。因此，当他站在我面前，趾高气昂地要求我赔钱的时候，我甚至忍不住笑出了声。薛琪脸上的得意少了几分。薛有有，你笑什么笑？你偷用了我的护肤品，偷了我的宝善家项链，你必须赔钱。公开课回来，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刚进门就被薛琪指责，说我偷用了他几千块的护肤品，偷了他5万块的宝善家项链。我问薛琪，这就是你说的会给我重击？薛琪眼里划过一抹得意，但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薛有有，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我只要你赔钱。没钱。薛琪一副我就知道的样子。我已经通知班导了，薛有有，要么赔钱，要么退学，你自己选。我没选。等班导一来，我就冷静建议报警吧。
薛琪说我偷用了他的化妆品，那么他的化妆品上面一定有我的指纹。薛琪有点慌张，不需要报警，我们都看到你用我化妆品了。我笑，薛琪，你这顶多是人证，物证呢？你总不能定罪全靠一张嘴吧？班导也是聪明人，听薛琪这话，看他的眼神都变了。我趁热打铁，拿出了薛琪买通教官的证据。薛琪彻底慌了。薛有有，对不起，你没用我的护肤品，我的项链也没丢，你能不能原谅我？我嗤笑一声，哟，你想得这么美，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我没空和薛琪浪费时间了，陶芳还在等我。说好了，今天他爸爸请吃饭。我和陶芳刚走到校门口，就收到了我爸的短信。他说他正好有空，中午过来请我吃饭，顺便还叫上了我的5个竹马。好吧，我和陶芳在校门口等了一会儿，就看到我爸穿着一套休闲服，踩着个人字拖，笑眯眯地走了过来。这不修边幅的样子啊，谁能想到他是榜单上赫赫有名的土豪？就他身上这件衣服，都是5年前的私人定制，洗褪色了还没换。我拉着我爸给陶芳做了自我介绍，他立刻喊了一声叔叔好。我爸笑着点头，然后抬手捏了捏我的脸，闺女瘦了还好吧？爸，你怎么过来了？项目上的事，我爸向来亲力亲为，这个时间段他很少有闲暇功夫，还不是因为太想闺女你了？谁让你都不给你老爸打电话？这时我爸看向学校大门的方向，那5个小子来了。闺女，你挑好了没？我囧，我拉了拉我爸的衣袖，我同学还在呢。很快5个竹马就站在了我跟前，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他们很帅了，这一走近，发现他们今天不仅仅帅，这打扮也是相当的细节。高阳打了发胶，程川穿了西装，周时燕戴了卡马加手表，徐向北打了个小领带，孟周身上香喷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一个比一个嘴甜。薛叔叔，您可真的是越来越帅了。薛叔叔，您宝刀不老啊。薛叔叔，好多年不见了，我那是相当惦记你啊。可怕，真没想到我的竹马竟然会对着我爸吹彩虹屁。我看向陶芳，我们这边人多，待会儿我结账。陶芳的视线从5个竹马脸上挪开，脸明显有点红。他羞涩摇头，坚持说他爸涨了工资，请一顿饭没什么。我点头，心里想着待会儿我肯定不能让他爸付这个钱。这时陶芳接了个电话，应该是他爸打的，他让他爸多加几个菜。等电话挂断，就抬手指向了不远处一个饭店。我爸已经点好菜了，就在那边。来到饭店，刚进去就被服务员带到了包间。包间里，一个穿着褪色工装、皮肤黝黑、不高不瘦，看上去憨厚踏实的男人正坐着等候。门一开，他就赶紧看了过来，客客气气站起身要打招呼，还没说话，脸色就一变。他看着我爸，薛总。陶芳不明所以。哎呀，芳芳，这就是爸爸给你说的，成丰集团的老总啊，爸爸能涨工资都托他的福。饭桌上，我的5个竹马各献殷勤，有人给我夹鸡腿，有人给我舀汤，有人给我递卫生纸。我甚至不觉得在我面前的是5个帅哥，而是5个花孔雀。等送走了我爸和陶叔叔，我看着他们5人，无奈叹气。我说你们在我爸面前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不能。5人异口同声，在暗戳戳，目光相对，不用说话，空气里就是火光四射了。程川说，媳妇就只有一个，要是不努力，可就没了。天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要我从他们5个人当中选一个结婚啊？和5人分别后，
陶芳这才问我：游游，刚刚5个男神怎么回事？我当陶芳是朋友，没瞒他们是我的竹马，可是好久没见了，是我爸给我找的备选未婚夫。我又拉着陶芳的手。对了，我爸的事你别说出去，让大家以为我爸是搬砖的，这挺好。很快，我推开了寝室的门，寝室里，薛琪坐在最中间的板凳上，架势有点像唯我独尊的女皇。在她身旁搁着个行李箱，行李箱是我的。再看我的床，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桌上的书本也被人用塑料袋装了起来。看到我，薛琪直接勾了勾手，把薛游游的东西丢出去。我们寝室不欢迎这种垃圾。陈娟和刘毅立刻笑着把我的东西全丢出了寝室门口。行李箱发出一声闷响，锁坏了，里面的衣服也掉了出来。其他寝室的人都跑了出来，围着我看戏，其中不少拿出手机对着我拍。只有陶芳低头帮我捡衣服。陶芳，你别捡，谁做的谁捡。我制止了陶芳，但我的话显然对薛琪没有任何威胁性。薛游游，你吓唬谁呀？要不你再找班导试试，这是在提醒我，班导也被他收买了呢。我直接拿出手机，选择了报警。薛琪对此嗤之以鼻。薛游游，你当我是法盲啊？非法损害他人财产，金额达到5000元以上才可以立案。就你这仿货，有500块没？我冷笑不语。薛琪，你就等着拘留吧。我又给宝善家专柜经理打了个电话，请他来一趟。警察和宝善家经理是一块到的，由宝善家经理帮我证明行李箱是正品。所有人都傻了，薛琪都瞪大了眼睛。这真的是宝善家去年的限量款？这怎么可能？薛琪震惊到直接破音了，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薛游游，你爸就是个穷搬砖的，你买得起这行李箱？要我说，你是傍上什么大款了吧？我服气，肮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薛琪又开始摆脱罪责。薛游游，你的箱子不是我丢的，你就算是找人赔，也不该找我。陈娟和刘毅脸都黑了，大概是没想到自己会被薛琪第2次背叛。两人对视一眼，不管不顾就朝着薛琪扑了上去，对着他的脸就开抓。薛琪，你要不要脸呢？什么锅都给我们背，我就不敢信你的邪。你说送我宝善家的项链，我就什么都信了。哦，怪不得他们3个的关系会突然重归于好。3人很快扭打成一团。警察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各自脸上都挂了彩。这里面当然是薛琪的伤最严重，毕竟他对抗的是2个人。等警察取证完毕，我就把东西重新拿回了寝室。薛琪他们把我的床弄得一团糟，我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才整理完毕。下午公开课刚下课，陶芳就告诉我周实验发帖了，他直接曝光了薛琪的身份信息。原来薛琪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他哥在给一个土豪当司机，开校时的司机就是他哥。至于他身上的奢侈品，都是他哥趁主人不在从主人家里偷的。现在那边也立案了，他哥没个5、6年出不来，我还能说什么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倒是周实验拿他帮我这件事说事。游游，我表现这么好，能不能给一个奖励？周实验那么一朵清冷的高岭之花，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面上嫌弃，嘴上却很诚实。要什么奖励？明天周6，我带你去郊区的温泉酒店玩，怎么样？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了一幅我和周实验泡在一个温泉池里的画面，似乎有点羞耻啊。我的老脸红了一下。行，就去温泉酒店吧。周实验穿着衣服，我都能感觉到
他身材好，他都不怕，我怕什么？第二天早上10点，周时宴接我去了温泉酒店。到的时候大概11点半左右，在酒店收拾了一会儿，出来正好到饭点。结果我和周时宴并肩来到大厅，人都傻了。右边的圆桌上，4个青年正对着我俩招手微笑。高阳笑容温煦，悠悠，你不乖。徐向北挑眉，说好的公平竞争呢？程川咧嘴，周哥想偷偷拐走悠悠，你想得美。孟周看着我眨眼，悠悠，我身材不比周时宴差的，救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慢慢走过去坐好，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竟然觉得有点索然无味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5个美男温泉图，你见过？而且还是略带搔首弄姿的那种。我披着浴巾站在温泉池旁，看着里面的5人，都不敢伸脚下去。5双眼睛都用渴望的目光看着我，寻求一个答案：到底谁更帅？爸爸，我想回家。我到底没给我爸打电话，落荒而逃不是我的性格。我和高阳5人青梅竹马，我觉得我需要为他们指引方向，引领他们重新回到竹马之路上。晚上，我挨个敲响了他们的房门。那个孟周，你是被孟叔叔逼着当我未婚夫候选人的吧？我懂，我想告诉你，在这件事上，你不要有压力，也不要逼着自己去竞争。你是我竹马，我是你青梅，我们永远是最好的青梅竹马。孟周天生娃娃脸，他的帅气比起另外5位多了一份阳光和天真。听到我这么说，立刻双眼湿漉漉地看着我。悠悠，你是选我了吗？啊，孟周，悠悠，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好多年了，在你还是个小豆丁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啦。我老早就想把你偷回家当媳妇了。我又找到程川，结果程川也说，悠悠，难道你没发现我对你情根深重很多年？然后是徐向北，悠悠，我一直都很喜欢你，把你当媳妇宠着的。高阳和周时宴，我直接放弃了。没想到这2人先后给我告白了。高阳是微信，悠悠，我也一直很喜欢你，记得我说过的那句话吗？我就是死心眼，认定的人永远都不会变。周时宴敲开了我的房门，闪身走了进来。听说他们都给悠悠告白了，这件事怎么能少了我？他比我高1个头，低头看着我，平时清冷的眼里似缀着艳恋情深。悠悠，如果最后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这将是我最大的福报。经过温泉酒店2日游，我的黑眼圈都重了不少。我第一次这么喜欢寝室的小床，主要是这里可以让我心无旁骛，不去想我的5个竹马。期间迷迷糊糊间听到了陶芳的声音，他提到了我的3个室友。薛琪退学了，他家里本来就是他哥赚钱养家，现在他哥进去了，家里人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薛琪身上，要他回家嫁人。至于陈娟和刘毅，则是转技了，不过这俩的名气现在也就只比薛琪好那么一点，转系也不能拯救他们的口碑。陶芳的话让我唏嘘不已，但这3个人连让我睁开眼睛的资格都没有。一觉睡醒，微信里又躺着5个竹马对我的关切，都情真意切的，忍不住叹息了一声。怎么了？陶芳的声音从下面传来，我这才发现寝室里还有人。陶芳笑着说，她昨天就申请换到这个寝室了，以免我孤单。本来想给我个惊喜，结果我一回来倒头就睡。抱歉抱歉。陶芳说我脸色不好，关切地问我怎么了。关于5个未婚夫竹马的事，我一直很苦恼，但一直找不到人倾诉。陶芳的声音像是把我的憋闷戳开了一个口子，
让我找到了倾泻的源头。更何况他都和我们几个一起吃过饭了，告诉他也没什么。听我说完之后，陶芳似乎也有点震惊。你是说他们都给你告白了？是啊，我苦笑说，真的，高考选择题都没这难。陶芳表示理解。悠悠，我要是你，我也不知道该选择谁。你太幸福了吧？他们可是我们学校的5大男神，人家一个都求不来，你一次性有5个，而且还都这么 nice。我打趣，你是来帮我降火的，还是来帮我浇油的？陶芳则是笑而不语。接下来，我和5个竹马的关系一如既往，平时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青梅竹马的感觉。一到私底下，他们就会露出心思来试探我的选择。大概这样过了2个月左右，网上突然传出了我和5个竹马们的艳照，准确来说是温泉照。可是泡温泉的时候都穿着泳衣，6人行又只有我一个女的，被人添油加醋一说，网友们就被带偏了。清淡大学的学生怎么这么不要脸？1女5男，妞！我看着里面的照片，却不由得陷入沉思。这些照片分明是当时在温泉酒店的时候我亲自拍的，包括5个竹马的合照，还有我自己的自拍照。所以是谁把这些照片发网上的？我让黑客大神帮我调查 IP， 得出的结果震惊了我，竟然就是我的寝室。难不成还是我自己黑自己？我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视线慢慢转移，不由得落到了对面陶芳的床上。会是陶芳吗？我实在是不愿意怀疑陶芳，毕竟她是我上大学认识的第1个朋友。她温柔、善解人意，真的很好。但是我找人将这个新闻直接压了下去，网上的图也全删了。虽然还是有风言风语，但总的来说，讨论度比最开始低了不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的影响，我和5个竹马之间也渐渐发生了变化。6人活跃小群突然变得安静了起来，5个竹马也再不主动找我说话了。当然了，我主动提问，他们还是会应付2声。最重要的是，每周1次的6人聚餐也没了。我莫名有点焦躁。晚上在寝室，我问陶芳，他们这是什么情况？陶芳笑着说，哎呀，悠悠，你别多想啊，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们怎么可能说变就变？我看是你太敏感了吧。我摇头，算了，我明天亲自去问问周实验。我发誓，一定不是我太敏感了。陶芳脸色变了变，这才摊手。好了好了，我老实交代。悠悠，你这周5不是要过生日了吗？他们5个私下找到我，说要给你搞个惊喜派对。现在这种氛围是他们故意烘托的而已。我松了一口气，是这样啊，倒也解释得通。烦闷了几天的心情立刻晴空万里。其实从上高中之后，我就对生日没有多大期待了，但是这一次却很难得的期待不已。时间转瞬即逝，我的19岁生日就这么无声息地到来了。陶芳给了我一个地址，说我的5个竹马会在那里等我，位置不远，计程车20分钟车程，目的地是一处郊区别墅。可我没想到，我刚进入别墅，一道黑影就猛地朝我扑了过来。快，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帮我把他摁住！这个声音好熟悉，我艰难地抬头，真的是薛琪。薛琪，还有房间里的2个女佣，他们3个人把我绑了起来，还用一个东西塞住了我的嘴巴，大概是看懂了我眼里的不解。薛琪抬手就往我脸上扇了一个耳光。薛悠悠，你说我们都姓薛，怎么命就这么不一样呢？凭什么你一出生家里就这么有钱？凭什么你还有高阳他们5个护着？凭什么？薛琪骂了我，
又开始哭自己。原来她嫁来这里已经有1个月了，老公52岁，比她亲爹还大，而且老男人还是个家暴狂，动不动就对她打骂。薛琪给我看了她身上的伤口，纵横交错，果然恐怖极了。所以薛游游，这一切都是你害的。我静静地看着她，忍不住叹息了一声。陶芳也在吧？果然，我话刚落，陶芳就从客厅右侧的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游游，你猜的没错，是我。我失望摇头，问她为什么？陶芳理所当然，没为什么，我就是单纯的仇富。在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有钱人。薛游游，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可你呢？还在那里挑，你真让人讨厌。我问他，所以我去温泉酒店的照片也是你放到网上的，对吧？没错，陶芳笑道。薛游游，你也别怪我，谁让你睡觉睡那么死，想要解开你的手机密码，轻而易举。我摇头，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要让所有人觉得你是个烂人，待会儿再发生那种事，就没人觉得奇怪了。陶芳走到薛琪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带他去和你那老头老公拍点不可描述的照片。薛琪眼睛一亮，走过来就想扒我的衣服，我抬脚就踹在了他肚子上，然后撑起身往门口跑，却被陶芳直接逮了回去。薛游游，没有人会救你，包括你的5个竹马。我笑着看向他，陶芳，其实我一直在等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我爸常说，不要凭空去怀疑一个人，可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刚刚陶芳说的一切，我都已经录了下来。他回我清白，我便让他亲自还我。陶芳脸色一变，同时砰的一声，房门竟然直接被人踹开了。我的5个竹马和警察先后冲了进来，场面一阵混乱。不过最后，薛琪和陶芳都被警察带走了就是了。3天后，警方出了通告，我早就找好的新闻号也出来发布消息，证明了我和5个竹马的清白。我的背景也就此曝光。阳光之下，我从来都不会是攀附他人的那一个，只是我看着5个竹马帅气的脸庞眨眨眼。所以我们能不能当一辈子的青梅竹马？结婚的事还是算了吧。不能。游游，你必须选一个，好吧？兜兜转转，这个最难的问题又绕回了开头。所以5个竹马未婚夫，我到底该选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